这只是个毫不起眼的鬼物面具，可我只是让毁容的校花戴上，竟让她变成了众星闪耀的绝色魅魔。这是把暗淡陈旧的生锈镰刀，可我只是轻轻触碰当红歌姬，就让她成了人尽可入的外围女仆。而这样逆天的诡异物品，我还有满满一屋。只因我执掌着一家竞技古董店，只要客人付得起残酷的代价，就能换取相应的逆天能力。而眼前这个女孩是我的第一个客人。金美婷本是南海理工大学的大四校花，却因一场火灾将她引以为傲的容貌毁掉。最可恶的是，金美婷用性命保护的闺蜜，却把她毁容的照发到班级群里，只为挖苦她。为了再次变美，她决定付出任何代价。我拿着一块印章从后堂出来，你愿意为了变美出卖一辈子的时间吗？1个月前，我接管了这家神秘店铺，但代价是背负前任遗失12件禁忌物的诅咒。在将它们全部找回之前，唯有雨夜，我才能获得片刻自由。而眼前这位客人，便是帮我打破囚笼、搜寻禁忌的最佳猎犬。金美婷接过印章，迫不及待地掀开衣服盖了上去。下一秒，她周身金光闪耀，脸上的烧伤痕迹迅速褪去，瞳孔竟变成了粉色桃心，头顶生出2根山羊角，一条桃心尾巴从牛仔裤后探了出来。金美婷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跌坐在地，惊恐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编号4-18，魅魔文章，使用后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少女。你用你的自由换取了它，对你来说很赚。金美婷急促地深呼吸着，拼命地消化自己身上的变故。过了10几分钟，她终于接受了自己变成恶魔的现状。自己不但变得更美，还拥有了超自然力量，不是吗？只是付出自由到底是怎样的代价呢？你有7天时间解决你手头上的事情，7天后你要回到这里开始你的工作。现在你可以走了。金美婷站了起来，再次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一抹恐惧。随随便便就能把人变成恶魔，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从今以后，这位存在便是自己的老板了。金美婷没想过逃跑赖账，只要不傻，就该知道违背契约的惩罚该有多瘆人。其实，如果不是一切发生的太诡异，她喜欢被操控的感觉，那种惩罚与控制是她内心深处无法告人的欲望。金美婷朝我鞠了一个躬，离开了0号古董店。我看着店外的地面，细雨蒙蒙的夜最为迷人。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一个雨夜，可以自由离开0号古董铺，回收遗失的禁忌之物。我走到了后堂，目光在满柜架的禁忌之物中转了一圈。禁忌之物个个都有诡谲的力量，拥有禁忌之物的人类，要么获取了强大的超凡之力，要么利用禁忌之物成为社会权贵。不过买家死后，禁忌之物会被视为仪式状态，子女好友继承后不会被记录在案。当然，那些子女或者好友也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他们不识好歹，不愿意把禁忌之物还给自己，那就得使用一些武力了。我的眼睛锁定了柜架上那柄锈迹斑斑的镰刀，编号0-3，死神镰刀。我拿起死神镰刀，走到了古董店后门，坐上复古老爷车的主驾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主理人手札。这本小册里记录着0号古董店的交易记录。20年前，郑秀华在古董店中以1半寿命为代价交易了海妖鲛珠。郑秀华是20年前突然崛起的歌唱家，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的乐坛天后。不过在2年前，年仅38岁的郑秀华就因病而逝。最近新闻报道中说，她的女儿白莎莎完美地继承了她的歌唱天赋，年仅20就已经出道，歌声红遍大江南北，粉丝无数。编号3-11，海妖鲛珠可以让使用者拥有海妖一般的歌喉，看来海妖鲛珠就在白莎莎手上了。南海绿马庄园，这是白莎莎的家。今晚娱乐圈、商界各界名流都会来这里参加舞会，庆祝她这次亚洲巡演成功。化妆间里传出吵闹的声音，2位穿黑衣的保安架着一位死肥宅往外走。女神，求求你给我一个签名吧！真恶心，怎么什么人都能来我家了？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穷鬼和屌丝，躲远点好吗？白莎莎对外一副温柔随和的模样，内心根本看不起那些穷人。穷人身上有穷味，她对穷味过敏。白莎莎放下手机，认认真真的补妆。她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普通的有些过分，只是有一副好嗓子。她的歌声总会令人身临其境，无人不为之倾倒。白莎莎补妆完毕，轻轻抚摸着脖子上的珍珠挂坠。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很大的变装舞台，也幸好我拿到了后台的钥匙。她自己心里也清楚，她能够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母亲的这件遗物。母亲临走前对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使用这件宝贝，这是她管人借的，未来某一天她的主人会来拿走。想到这里，白莎莎脸色变得阴沉，眼神变得贪婪。她的主人会来拿走，有种过来试试，这宝物是我的，谁都不可能拿走。他父亲表面上是生意人，其实是制造违禁致幻药的地下大佬。庄园里雇佣的保镖，每一个都是得力打手，见过血的那种。白莎莎也知道这件事，可又能怎样呢？这个世界不分好人坏人，只分穷人和富人。他可没少用自己的影响力帮父亲打掩护。这时化妆间外传来脚步声，白莎莎挂着职业化微笑，回头看了一眼，看到来人后，白莎莎的笑容骤然消失，变得不耐。
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这又是什么新的泡妞套路吗？赶紧滚！再不滚，我喊保安了。男人走进了化妆间，盯着白莎莎脖子上的珍珠挂坠看。白莎莎一把捂住了自己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沟，满脸嫌弃。这是给我主人们看的，可不是你个屌丝能看的东西。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是听不懂人话吗？白莎莎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番，突然想起什么。我给你钱，这个是我的了。白莎莎觉得这东西是这乡巴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乡巴佬们都很蠢，很没见识，根本不知道用这件宝物来赚钱。白莎莎站起身，抱着胳膊，满脸自信，倨傲道：100万怎么样？没错，我就是强买强卖，不过这也是为了你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这种人拥有这件宝贝，只会给你带来天大的麻烦。拿着一把破镰刀就敢来这里撒野，既然你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欺负人了。很快，门口传出齐刷刷的脚步声，一个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彪形大汉出现在化妆间门口。我眼里浮现出一抹愁色，难道以后回收禁忌之物都要这么麻烦吗？白莎莎敏锐地捕捉到这份愁，冷笑连连。后悔吗？已经晚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是你们这种乡巴佬能得罪的。小子，拿着这破玩意是要让我得破伤风吗？我没有回答。死神镰刀朝着保安轻轻落下，下一秒，令所有人震惊的事情出现，那位保安竟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失去了声息。死了，就这么死了？怎么可能？我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掏出一个古朴的陶瓷罐子，编号3-01，封魂魔罐。封魂魔罐可以收纳灵魂之力，封印灵魂。0号古董店规则3：主理人每个月都要将一定的灵魂之力贡献给地下室那尊最恐怖的禁忌雕塑。普通的灵魂会在封魂魔罐的转化下，成为禁忌雕像需要的灵魂之力。接下来，诡谲的事情降临。保安明明已经死了，可是他死灰色的脸正在出现表情，惊恐、恐惧，好像正在经历什么可怕的事情。保安们被这一幕吓破了胆子，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空中划过一道紫色弧线，所有的保安全都被定格在原地，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尸体逐渐诡谲地做出恐惧的表情。我做完一切，转头看向已经吓傻了的白莎莎，白莎莎浑身剧烈的颤抖，最后扑通一声跪下。别杀我，我有钱，我有很多钱。钱这东西对我来说最没用，你根本不知道当初你的母亲为了得到那吊坠付出了什么，当然你也不会知道，因为保密是交易的条件之一。白莎莎慌忙从脖子上摘下海妖胶珠，给你，我不要了，我真不要了，我知道错了。我没有接过海妖胶珠，而是蹲下身子，伸手挑起白莎莎的下巴。我喜欢简单的事情，可你偏偏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白莎莎不停地摇头，心中懊悔不已。我没有继续给她求饶的机会，手中的死神镰刀轻轻点在白莎莎的身上，她立刻瘫软倒地，手中的海妖胶珠滑落。自己其实可以收回海妖胶珠后，让白莎莎恢复她原有的嗓音。没有了海妖胶珠的白莎莎，在一会儿宴会上的演唱一定很丢人，以此来惩罚白莎莎对我的不敬。只是我没有这种恶趣味，不如把白莎莎的灵魂用封魂魔罐装起来，提供给地下室那尊雕塑。随后，男人走出了化妆间的门，一辆老旧的2战时期老爷车凭空出现。他坐上老爷车后，诡谲地消失在了这里。我还没死吗？白莎莎自言自语着，她看到了化妆间内的场景，很多死人，这些死人中也包括她。不，我已经死了，现在是鬼魂吗？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扇大门，门那头的光很亮，白莎莎本能地朝那扇门飘去，越飘越高，人间的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忽然，恐怖的吸力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吸引着白莎莎的灵魂进入那扇门。白莎莎低头看去，看到了一辆行驶在夜幕中的老爷车。老爷车的主驾驶中，那个恐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打开的陶瓷罐子，陶瓷罐子的口散发着邪恶与不祥之气。白莎莎惊恐了起来，拼命地朝天上那扇门跑，但吸力越来越大，最后数只漆黑细长的手从陶瓷罐子冲出，死死拽着白莎莎的灵魂体，将其一点一点拉进了陶瓷罐子。白莎莎灵魂的表情变得无比惊恐，更诡异的是，她的尸体也在做出同样的表情，与其灵魂的表情一模一样。闺女，快出来吧，大家都等着你呢。胖乎乎的汉子喜气盈盈地走进化妆间，他叫白立堂，是南海地下世界大佬，也是白莎莎的父亲。白立堂进入化妆间后，绿豆大的眼睛猛地睁圆，满地尸体。诡异的是，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但表情惊恐，好像是所有人被活生生吓死。闺女，这是怎么了？闺女，谁杀了我女儿？是谁杀了我女儿？我要杀你全家，我一定会杀你全家！这时，白立堂敏锐地发现白莎莎脖子上珍珠挂坠没了，他擦了擦眼泪，大脑飞速运转。那珍珠挂坠是妻子留给白莎莎的遗物。白立堂的眼力很强，当时一眼就看出来，这珍珠挂坠不是凡物，怎么着也是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老珠宝，价值连城。妻子临死前也提起过这件东西，她说这东西是借的，以后会有人来取。妻子还嘱咐父女俩，千万不要怠慢那个人，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把那人送走。白立堂对此嗤之以鼻。老子可是南海地下世界顶尖的那几个人之一，还需要对谁毕恭毕敬？这东西女儿喜欢，
就必须是女儿的，谁敢从她手里抢走，我会找到你，我一定会找到你，让你给我女儿偿命。凌晨3点，我回到林浩古董店，将死神镰刀与封魂魔罐放回柜架上。前厅空无一人，只有几十盏黄铜烛台从黑沉沉的横梁垂下。只要到了夜晚，烛火会自动燃起，不需要燃烧物。我的目光放在了正门口，外面还下着雨，夜色未散，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如果自己还在外面，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因为自己身上有林浩古董店的诅咒，只能在雨夜行走人间。男人抿了抿唇，顺着挂满黄铜烛台的楼梯走向2楼书房。书架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书籍是主理人们用来消解孤独、打磨时间的唯一消遣物。除了柜台上那铜制的手摇式座机，林浩古董店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联系外界。联网手机在林浩古董店里跟砖头没什么区别。随后我坐在梨花木椅上，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借着黄铜烛台的烛光，用钢笔在笔记本上写道：接手林浩古董店2周半，终于盼来了第一个雨夜。今天收获颇丰，交易了一件禁忌之物，也成功回收了一件遗失禁忌之物。自从接手这里后，自己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不是矫情，是怕在漫长的岁月里忘记了时间，也被时间忘记。上一任主理人明明已经超脱3界5行，可眼中却充满了麻木与疯癫。归根结底，是这古董店内该死的诅咒。主理人每个月必须向地下室的禁忌雕塑献祭足够的灵魂之力，否则便是万劫不复。历代主理人为了苟活，疯狂榨取买家的寿命来填补雕塑的胃口，却忽视了最重要的职责——回收禁忌。上一任的那个蠢货竟然遗失了整整12件禁忌之物，导致诅咒加深，如今只能在雨夜踏出店门，简直是作茧自缚。目前我最大的困局是无法走出林浩古董店，得找一个办法破局，一个不需要我走出古董店也能够回收禁忌之物的办法。窗外雨水不断打在地面，我呼吸着窗外涌进的清鲜空气，脑子悠悠地转着。前几任的主理人一直用禁忌之物交易灵魂之力，也就是寿命，因为灵魂之力是每一任主理人最稀缺的东西，毕竟每个月都要为地下室的禁忌雕塑提供灵魂之力。交易了足够多的灵魂之力，对之前的主理人来说，就算是过年了。可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只会让流落在外的禁忌之物越来越多，最终让自己深陷遗憾。男人想起了今天交易走魅魔印章的金美婷，如果改变交易规则呢？不再仅仅索取寿命，而是用禁忌之物换取忠诚、自由，那主理人不就等于有了一群具有强大手段的奴仆吗？有那些奴仆在，无论是回收禁忌之物，还是收容禁忌之物，都方便许多。要知道，现在自己只有雨夜才能走出林浩古董店，回收和收容禁忌之物的困难很多很多。最要命的是，无法确定下一位已经获得禁忌之物的买家什么时候会死。买家死亡，其手中的禁忌之物就是遗失状态。自己若是没有及时回收，身上的诅咒会越来越深，到时恐怕会如同酷刑一般。就算是自己不死不灭，那也是活受罪。若是买家帮我回收了禁忌之物，或者收容新的禁忌之物后，我身上的诅咒就可以彻底解除。我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不如以买家们为基础，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之中，每个人都拥有禁忌之物，每个人都向自己献出了忠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绝对忠于自己的超凡组织。未来的交易只有2种，要么献祭灵魂满足雕塑，要么献出忠诚成为我的爪牙。这个组织就暂且命名为禁忌会。禁忌会的主旨很简单，就是替我回收遗失的禁忌，以及狩猎新的猎物。每一个禁忌之物在未收容前都是可怕的东西，否则也不会称之为禁忌。即便禁忌会的会员们拥有禁忌之物，也未必是那些东西的对手。到时候还是得由自己亲自出手，毕竟我是不死不灭的，且可以随意使用古董店内的禁忌之物。无论是什么领域，自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禁忌。男人顿笔抿着唇，眼里流淌着金光。禁忌会的成员要帮助我回收禁忌，收容禁忌，所以他们要在凡俗世界有些身份才好。成员的筛选必须严格，我不需要一无所有的废物，我需要的是权贵富豪，是那些在凡俗世界拥有巨大能量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在世界各地为我铺平道路，打造出一个舒适的猎场。不说其他国家了，就单单说夏国这个人情社会，没钱没社会关系，恐怕寸步难行。所以我需要禁忌会成员在社会上的能量。现在只需等金美婷来报道，她将是我手中打出的第一张王牌。南海金海龙酒店包厢，空乘专业大四的女同学们正在吃毕业散伙饭，大家都喝了不少，气氛热烈。班长笑着起头，大家都说说以后打算干什么？一提到工作，大家话匣子都打开了。我啥也没面上，准备去好利来端盘子了。我过了川航的面试，后天就去崇州培训。班长你呢？不是一直在考编吗？我啊，这次运气比较好，考上治安局了，拿了毕业证就去报到。崔新月听着这些，心里发笑，但还是假装附和。真羡慕你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不像我已经被张百威导演看中了，准备进圈拍戏。全场瞬间安静，那可是张百威，影视圈的大佬，大家看他的眼神立马变了，全是嫉妒。崔新月很享受这种目光，继续显摆。张导今晚会
亲自来接我，一会儿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真正的大人物。肯定是金美婷没去，否则怎么可能轮到你？这话精准踩中崔新月雷区，他的眼神瞬间怨毒起来。他出身农村，为了变美一直模仿金美婷，可无论怎么努力，大家还是只喜欢金美婷。崔新月盯着短发女生冷笑：金美婷，她那张脸全是烧伤，还能拍什么？拍恐怖片吗？你胡说，我昨天还看见她了，她比以前更漂亮，不像某些人照片全靠 P。那你告诉我，她要是没毁容，为什么不敢来？美婷刚刚和我发了消息，说马上就到了，到时谁是白雪公主一目了然。听到这话，崔新月笑容僵住了。金美婷毁容的事情已经被她在南海理工传了个遍，但是她没有说金美婷到底怎么毁容的。1个月前，崔新月和金美婷出去逛街，一家商铺突然发生爆炸，是金美婷为了保护崔新月，才导致她脸烧伤。崔新月觉得金美婷失去了那张脸，也就没用了，所以这段时间没少丧良心去挖苦她。金美婷不会是想说出真相来报复我的吧？这年头有钱有势就是大爷，只要自己是张百威导演的女主角，就算自己是白眼狼又怎么了？金美婷以后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这时包厢门被推开，崔新月害怕地看了过去，来人不是金美婷，而是一位身材消瘦、表情倨傲的中年人。所有女孩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这中年人他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是这次获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大导演张百威。崔新月看着周围女生错愕的表情，心中暗爽不已。她站起身，迈着猫步，扭着小蛮腰走向张百威，挽起他的胳膊，嗲嗲道：张导，您怎么这么早就来接人家啦？张百威一脸不耐烦，完全无视了其他人。今晚有雨，必须在雨落的第一时间举行开机仪式拜神。要不是怕你闹出什么幺蛾子，不然你以为我想接你？你还想在这里和这群人鬼混多久？这番话很傲，完全没把在场的女生当一回事。可女生们心里都有数，在这种大人物面前，她们确实不值一提。导演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信仰，圈里盛传张百威导演不信戏神，不敬菩萨，不顾三清，只信奉雨神。他每次的开机仪式都要选择雨天，雨刚落地时就是仪式开始时。女生们面面相觑，眼神变得意味深长起来。原本以为崔新月多受宠呢，搞了半天，人家导演压根没把她当回事啊。其实他们想的不错，张百威根本看不上崔新月，他是一个戏痴，就连挑选群演也要亲自过一遍演员。前些天在为即将拍摄的狐妖古董店选女主角，选了1个月也没一个真正满意的。狐妖古董店讲述的是一位千年狐妖开古董店的故事。女主狐妖除了漂亮外，还得有狐妖的妩媚，也得有经历1000年的沧桑感。奈何参加海选的女人都在刻意卖骚，根本不是她想要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妩媚感。最终矮子里拔矬子，就只能找个最会卖弄风骚的恶俗狐狸精凑合了。这时门突然开了，一道银铃般的声音传来：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众人循声看去，全都愣住了。来人正是校花金美婷，她不仅没毁容，反而美得惊人。明明还是那张脸，却精致的过分，眼神流转间全是勾魂摄魄的魅意，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风情。以前金美婷就挺风骚的，每天晚上都会大胆的拉着室友看刺激的电影，性格火辣，但绝对不是滥交。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征服她。可现在的她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那种魅惑感，就连女生看了都脸红心跳。崔新月不可置信地看着金美婷，当初明明是一起去的医院，我还亲眼看着金美婷毁容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是整容吗？可是1个月时间怎么可能整得这么好？还有那股子妩媚的韵味，到底是哪里来的？崔新月心虚，生怕金美婷当众揭穿她，赶紧拉扯张百威。张导，我们走吧，不是要举行开机仪式吗？张百威一动不动。崔新月抬起头才发现，张百威一直在盯着金美婷看，那是看到稀世珍宝的狂热。他的心一沉，在看向金美婷时，眼里充满了怨恨。只见张百威一把将她甩开，迫不及待地冲金美婷问道：这位小姐，请问你有工作了吗？面对张百威突如其来的现场邀约，全场震惊。毕竟这位名导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魔，整个影视圈都知道他爱戏不爱女人。然而金美婷却婉言谢绝。不好意思，张导，我已经答应了老板，明天去报道。小姐，你就算是签约了世界500强，也应该知道孰轻孰重吧？你要考虑清楚，现在什么工作都不可能有当我的女主角好啊！是怕赔偿违约金吗？你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去和他们老板谈。张百威导演亲自去帮演员解除工作合同，这事怕是得上热搜吧？如果是我肯定对张导死心塌地。金美婷无法解释自己要去的是一家充满了禁忌之物的古董店，只能再次坚定拒绝。对不起，张导，我真的不能去，我已经有工作了。张导都这样说了，你有点不识抬举了吧？你入职的那家公司，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有张导亲自扶持有含金量啊！你要清楚，跟我走，可比跟你那老板有前途的多。这时大门推开，众人的目光看了过去，
是一位陌生的男人。他留着如墨的黑长发，身材修长，身前挂着几串蓝宝石点缀的流苏。那蓝宝石看起来晶莹剔透，大概是某种法器。长得俊逸非凡，那双琥珀色的眸子看起来深邃而平静。来人正是古董店老板林木。他无视了周围的目光，径直看向金美婷。不好意思，你需要提前上班，现在跟我走。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今晚是雨夜。正常来说，秋天的南海雨水没有这么频繁，雨夜就更少了。自己是不会浪费这一场夜雨的。现在回收遗失的禁忌之物是重中之重。巧合的是，明天就是金美婷到0号古董店上班的日子，倒是不如今晚就带着金美婷熟悉一下业务。在场的女生们好奇地看向我，经过刚才的对话，她们知道这位男人就是金美婷的老板。这位老板的公司到底有什么魔力，竟然让金美婷放弃跟张导当大明星的机会？说实话，大半夜老板亲自找员工加班，这能是啥好公司啊？崔新月更是心中暗喜。金美婷，你确实很漂亮，也幸亏脑子不好使。我跟着张导，你跟着不知名小老板，以后谁有出息，不言而喻了，好吗？崔新月为了刷张百威的好感度，顿时开启户主模式。金美婷，你真有点不知道好赖了。张导这么热情，你还摆谱，跟着这男的，以后能有什么出息？真是不识好歹。这一番话，他先把自己跟金美婷的关系撇清，防止之后张导迁怒到他，然后不给金美婷台阶，让金美婷没办法跟张百威走。这个小把戏很粗浅，在场的女生都能看出来崔新月的小心思，她们的目光在金美婷与铃木身上流转。奇怪的是，金美婷看崔新月的眼神里多了一抹怜悯。面对挑衅，我连眼神都未施舍半分，只催促道：“我的时间很紧张，现在立刻跟我下去。”金美婷顺从地朝我走来。你有没有礼貌啊？不知道跟张导打个招呼再走啊？下一秒，张百威慌忙推开崔新月，战战兢兢地走到铃木面前，腰弯成了90度。您怎么来了？女生们缓缓张大了嘴巴，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张导先前狂得很，怎么遇到这位小老板后变得这么低微了？铃木淡漠地瞥了他一眼：“你认识我？”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当初如果没有您的提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没有他的提携，张导走不到今天。张导是谁？名誉海外的超级导演啊！可面前这个男人最多20多岁吧，所以这个男人是超级太子爷。你到底是多好运，能认识这种人物？铃木皱起眉头，说人话。张百威的脑袋更低了，凑到铃木面前压低声线：“我曾经在您手里交易过几本书，知道您的形象万千，但始终记得您身前挂着的流苏。”铃木明白了，这位张导曾在0号古董店里交易过东西。他在脑子里思索了一番，终于寻找到关于张百威的交易记录。张百威是跟上一任店主交易的东西很清奇，让我印象很深。在确认身份后，张百威更是惶恐：“我不知道金美婷小姐是您的人，请您原谅我的无礼。”铃木随口说道：“我还没那闲工夫。”铃木生性凉薄，古董店也从无售后一说。他不再理会，径直离开了包房，只留下张百威站在原地，大气都不敢出。金美婷临走前怜悯地看了崔新月一眼：“我没有把那天的事情说出来，想着最后再给你留一丝脸面，可你偏偏要招惹我的老板，何苦呢？”张百威意识到了什么，立刻像躲瘟神一样推开崔新月。雨已经下了，今晚没有开机仪式，剧组也没有你了。崔新月眼神变得惊恐：“导演，别叫我导演，你别害我！”张百威说罢，跟躲瘟神似的快步逃离了这里。那位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历啊？张百威导演竟因此直接开除了崔新月。这个世界的真正权贵就是像那位先生那样的吗？所有人窃窃私语起来，讨论的话题要么是猜测铃木的身份，要么是聊崔新月的八卦。班长李明月是最冷静的那一个。作为被刑侦部破格录取的观察者，他看出了张百威眼底深处的惊恐。还有那个年轻男人，绝非普通的富二代，他本身就是禁忌与尊贵的代名词。李明月暗暗将铃木的模样刻在了心里。楼下金美婷看到了那复古的老爷车，小嘴明显的张大了。复古迈巴赫，她只在短视频里看到过。这种年代的老爷车，通常是富人们珍藏的古董宝贝，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将其开到马路上。可一想到眼前人的身份，一切都是那么正常。金美婷去拉副驾驶的门，却听到主驾驶的铃木瞥着副驾驶说道：“坐到后面去。”老板是不喜欢自己坐在副驾驶吗？虽说很多男人都喜欢美女坐在副驾驶，可面前的老板明显不是普通男人，自己也不是足够迷倒他的美女。好，金美婷说完就要去开后座的门，铃木这才把目光看向他：“没跟你说话。”没跟我说话，那跟谁说话呢？金美婷后知后觉地看向后座，总觉得那里坐着人。她连忙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车子开动了，速度很快。诡谲的是，一路绿灯，车子开了那么久就没有踩过刹车。信号灯好像在给这辆车子开后门，也可能是信号灯不敢阻拦这辆车子。车子开了很久，金美婷鼓足勇气问道：“老板，曾导演也在您那里做过交易吗？”我瞥了金美婷一眼，嘴角挂起了一抹弧度。很好。
什么？你不怕我很好，否则以后很多工作都会很吃力。金美婷低头看着自己白皙的大腿，她不是不怕，只是钝感力太强。拥有如此钝感力的她，都过了那么久才敢跟铃木搭话，已经很说明这位老板很可怕的问题了。张百威在20年前从0号古董店交易了一件东西。他20年前突然成名，就是因为从您那里交易了东西吗？我点了点头，算是吧。金美婷顿时来了兴趣。是什么东西啊？我嘴角挂着笑，慢悠悠道：“他用自己的生育能力换了几本破书。根据交易记录，20年前张百威走进了0号古董店。张百威想要好的故事拍电影，可又贪生怕死，不愿意交易灵魂之力。前任店主只好将他本人在漫长岁月中写的几本小说给了张百威。张百威因为那时候妻子已经怀孕，所以用生育能力来交换。其实这也挺好的。这个世界恐怕很多想要孩子的人，无论男人女人，都愿意用寿命换取生育能力吧。灵魂之力能交易的不仅仅是禁忌之物，生育、健康、善良，甚至是恶毒，也能在0号古董店里交易，只是不能用普通古董来交易罢了。当然，恶毒这东西一文不值，主理人是不会交易这种没用的东西。金美婷脸上的表情惊愕不已，她万万没想到张百威竟然是靠交易成名的。我瞥了他一眼，似是看透了他的想法。他这种人很少，因为能找到0号古董店的人太少了，来这的都是一些身处低谷中、拥有大气运的人才。金美婷消化完这段信息，问道：“我们今晚要去做什么？”回收禁忌之物。夜晚10点，南海丘陵山，一堆造价不菲的跑车在盘山路上疾驰，汽车轰鸣，女伴尖叫，给这些飙车的富二代们打了鸡血。他们疯狂踩着油门，发出一声声怪叫，速度最快，跑在最前面的布加迪威龙里，坐着一头红发的青年。赵老大，你今天状态不错，这水准都能去参加比赛了。你们不知道，咱们赵老大今天心情好，为啥？因为我姐快死了。对讲系统的声音全部沉默了。死了亲姐难道不是高兴的事吗？100亿资产全是老子一个人的，我爹妈蠢病糊涂了，竟然把公司交给一个女人打理，她不就是比我多读了几年书吗？夏老大，先恭喜你死了，姐姐。但我想说的是，有一辆陌生的车子要追上我们了。真的假的？南海还有这种高手？他开的什么车？好像是迈巴赫，但是赵老大你自己看吧。啥意思？是什么牛逼的跑车，还能比我的牛？已经超过我们了，朝你那儿追去了。红发青年赶紧瞥了一眼后视镜，整个人都傻了，竟然是迈巴赫 W3。如果不是真的爱车，很少有人能认出，甚至听过这辆车，因为这玩意有一个相当经典的名字——复古老爷车。明明是2战前就停产的车中古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锈迹斑斑的，油漆都褪色了，大半夜的出现这么个玩意，难道见鬼了？红发青年略微一琢磨就明白了，一定是某个土豪用复古老爷车的外壳改造了个性能强大的车子。哼，不得不承认你很有钱，能弄到这种老古董，还能改造成这副样子。但这种车子也想挑战真正的跑车？你在开什么玩笑？挑战我？下辈子吧。那辆复古老爷车到底还是追上红发青年了。红发青年不服气地朝复古老爷车看去，结果这一看，红发青年的眼睛瞬间瞪圆，直接失控撞到了护栏上。不过他也是命大，竟然没死，只是头破血流的从翻倒的车子里爬了出来。红发青年看着那辆车子忽明忽暗的尾灯，眼里满是恐惧，腿不停地打摆子。他看到了此生都忘不了的一幕：整个车分为了2个世界，车子的驾驶位上有个男人驾驶着车子，副驾驶是一位美女，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恐怖的是，后排有穿着文艺复兴时期衣服的外国人，看似像一家3口，坐得整整齐齐。那些家伙都是半透明的，浑身血迹，脸色惨白，冲他露出诡异的微笑。你以后的工作除了帮我回收禁忌之物，还要留意潜在买家。金美婷看着趴在马路上一脸惊恐的红发青年，潜在买家是他吗？回收禁忌之物我已经了解了，一路上林老板跟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寻找潜在买家该怎么找？不是他，是他的姐姐，身处绝境，拥有不俗的社会地位，我很喜欢。南海城很大，从南城郊开到北城郊，足足跨越了一整座城。正常来说，一辆载客大巴车走高速的话，也需要2个半小时，但驾驶冤魂老爷车的铃木只用了20多分钟。这并不是冤魂老爷车的极限，任何禁忌之物都不能过度使用，否则容易造成禁忌之物原本的凶性复苏。即便如此，可以使用各种禁忌之物的铃木也足以肆意行走人间。当然，前提是身上的诅咒解除。冤魂老爷车停在了北城郊一处4合院外，这看起来是某个土豪在这郊区建造出来养老的地方。方圆10里很安静，没有人烟，放眼望去皆是绿色，风景确实不错。只是深夜中，那敞开大门的4合院空荡荡的，院子中央散落着白色纸钱。目光继续往前，能看见正室中摆放着棺椁，披麻戴孝的青年坐在棺椁旁边，眼神落寞，没有亲戚守孝，陪夜的朋友也没有，只有身影单薄的一个人。他叫杨孝，是杨耀祖的独子。杨耀祖的祖籍在南海，本人在连城发展。这人在连城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是连城的一位地下大佬，被连城黑白2道称为鬼爷。鬼爷并不是说
这个人跟鬼似的阴狠毒辣，而是说这个人很邪门。当年他只不过是跟一位地下小头目混的小混混，没有聪明的头脑，没有夸张的身手，更没有背景。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愣是成了白龙会的坐馆人。因为每到他生死关头或平静之时，他的敌人都会离奇死亡，有的被车撞死，有的失足坠楼，有的心脏骤停，甚至还有人在洗澡时淹死的。治安官曾怀疑过是他动手杀了受害者，可调查了半天，人家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就这样，鬼爷这名声算是打了出去。有人说鬼爷会妖法，也有人说鬼爷会下咒，反正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这位就对了。1周前，鬼爷在睡梦中死亡，竞争对手趁机吞并了白龙会的场。仇家们纷纷落井下石，那些鬼爷的朋友也避而远之，甚至亲戚都不来调研。杨笑在短短1周就看透了人情冷暖，用剩下的积蓄买了一辆面包车，将父亲的棺椁运回南海老宅。他双眼熬得通红，独自一人抱着遗像，在秋风瑟瑟中发呆。突然门口传来车子的灯光，杨笑抬眼看去，木然的眼里逐渐有了光。不是路过的车辆，是特意来的。杨笑已经将家财全部散了出去，满足了仇家与竞争对手的胃口，所以不会是仇家来沾晦气，那就是来吊唁的人。渐渐的，他看清了来人，一男一女。男人穿着墨色绣龙广袖长袍，牌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价值不菲，足够当一件珍藏了。女人很美，穿着黑色外衣，在男人身后为其举着一把黑伞。金美婷跟在梨木身后，眼睛悄咪咪地打量着。她想看看这位神秘的存在是怎样回收遗失禁忌之物的，是开门见山的去药，还是展示一下超自然力量，让对方主动交出来。梨木在灵堂前驻足，抬眼看着那憔悴面容上写满期待的青年，又瞥了一眼香炉上的3炷香。杨笑迈出灵堂，露出疲惫的笑容。客人是父亲的朋友吗？杨笑长得不好看，消瘦的脸上有数道疤痕，说话声音尖细，像是马戏团小丑为了哗众取宠特意夹出来似的。林木回道：“算是吧。”那客人从哪里来？南海。杨笑愣了愣，立刻想到了什么。父亲生前向您借过什么东西吗？是的，我父亲有东西给您，请您稍等。杨笑赶紧走到屋内，拿起一个黑色木盒，恭恭敬敬递给林木。林木微微颔首，随后打开了黑盒子，里面是一个稻草做的小人，编号5-20，降头娃娃。给这件禁忌之物提供使用者的鲜血，他会根据使用者的指示展开杀戮。我父亲说，如果见到您的话，一定要转告您。他说他这辈子过得很潇洒。林木顿住了身形，这句话不是对自己说的，是对上一任主理人说的。上一任主理人已经承受不住0号古董店的压力与诅咒，将店铺转让给了自己。杨耀祖的交易很离谱，都不知道上一任主理人是怎么想的，竟然用降头娃娃交换了他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能做什么用呢？不如灵魂之力来的实在，怪不得他扛不住压力。按照他这种交易方式，每个月给地下室的禁忌雕塑提供灵魂之力都困难。可不可以请先生与我交易？你的父亲不守规矩啊！这种想打冷颤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杀气吧？林老板放火好可怕，好危险，好迷人。金美婷暗暗夹紧了大腿，偷偷看了李牧一眼。她觉得自己有某种奇怪的癖好，不是没被开发出来，而是没有遇到过这种男人。可以叫他主人吗？按照交易规则，买家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交易内容。现在很明显，杨耀祖把交易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儿子，他就不怕我杀了他儿子，让杨家绝后吗？林木突然想起杨耀祖已经没有仁义道德了，这样的人哪里还会在意儿子的死活？果真潇洒。你想要什么？我想拥有神秘的力量，我想和我父亲一样潇洒。这段时间我已经看透了人间冷暖，兄弟落井下石，女友背叛离开。我崇拜我的父亲，他虽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一辈子被人怕，一辈子都潇洒。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你和我助理聊。林木需要禁忌会为自己回收禁忌之物，以及收容新的禁忌之物。要是有杨笑这么个恶棍，自己就会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再者，杨笑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人脉，只是家道中落了。如果他走回其父亲的巅峰，那与现在就不可同日而语。按照常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有禁忌之物这种恐怖的物件，只要有脑子就能起飞。当然，一定要有脑子。林木说罢，转身离开。父亲，我一定活得比您潇洒，比您更狠、更恶。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0号古董铺内没有信号，明天你可以出门和杨笑联系。啊，竟然是豪华的中式装修，跟古代大家闺秀的闺房似的，这也太美了。还有，你会做饭吗？会，我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吃。储藏室里有食材，如果没了你就去买。老板，这个我放在哪里？去楼下，按照禁忌之物上的编号摆放。降头娃娃的首位数字是5，就放在5号柜架上。你经过5号柜架时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要理会。啊，5号柜架上摆放的东西跟鬼魂有关，也就是说，5号柜架上的任何东西只是生理上的死亡，但其仍具有灵魂。具体的，你看看我在你房间放的手册，上面有关于禁忌之物编号的介绍。鬼魂吗？有些可怕，不过自己都已经成主人的专属魅魔了，还有什么可怕的？那老板，
这里有什么地方是我不可以去的吗？地下室不要去，地下室中有一尊禁忌雕塑，那尊禁忌雕塑与任何禁忌之物都不同。其他禁忌之物被收容后，可以随意被主理人使用，但那尊禁忌雕塑反倒需要主理人为其提供灵魂之力。算算日子，明天就该为那尊禁忌雕塑提供灵魂之力了。你最近离地下室远一些，铃木早就想会一会那件东西，奈何地下室的门只有每个农历月的初一才能打开。你做过早饭后，就去找到今晚红头发青年的姐姐，我需要她来到店里与我进行交易。还有，等杨耀祖下葬后，可以让杨笑过来。好的，老板，我明白了。今天收获不错，找到了2位潜在的竞技会成员，还回收了一件禁忌之物。只是杨耀祖死了不久，他的禁忌之物也是刚刚进入仪式状态，也就是说自己还有11件仪式的禁忌之物需要回收。据上一任主理人李青莲说，遗失13件禁忌之物后，诅咒会加深。铃木感觉到了一丝焦灼，谁都不能保证这些买家什么时候会死，万一在同时死了2个人，自己身上的诅咒就会加深，恐怕连走出0号古董店都困难。铃木又想起了地下室那尊禁忌雕塑，明天就该为他提供灵魂之力了。幸好封魂魔罐中还有一些灵魂之力，可以支撑2个半月，也就是说自己在2个月内必须要获得下个月的灵魂之力。没想到我都不死不灭了，竟然还会有业绩压力。翌日清晨，餐桌上有已经做好的早餐，金美婷已经去执行任务了。如果她能力足够，今晚就能将那红发青年的姐姐带过来，竞技会的第2位成员也就该诞生了。铃木有吃早饭的习惯，但今天却打破了常规。今天是初一，是为地下室那尊禁忌雕塑提供灵魂之力的日子。铃木有些迫不及待，想会会那尊雕像。他拿起柜架上的封魂魔罐，沿着后堂的台阶一路走向地下室。地下室门口那一扇古朴黑色木门，此时是自由打开的状态。铃木看了一眼如深渊一般漆黑的内部，抬腿走了进去。进入地下室的一刹那，偌大地下室中各处摆放的365座青铜烛台，腾地燃起绿油油的火焰。铃木讶异地打量着这里的环境，绿色的火焰没有一点点温度，甚至有些凉意。铃木知道那尊禁忌雕塑就在石像之中。他走上前，打开封魂魔罐，石像裂痕爆开，露出了里面的白玉骷髅。他披着破烂的黑色长袍，怀中抱着黑色小盒子，端坐在一张黄金王座之上。看到铃木到来，那白玉骷髅竟是缓缓抬起了脑袋，恐怖的威压迎面而来。若是寻常人在场，心理素质强的会忍不住对其跪拜叩首，心理素质差的恐怕会直接害死过去。上一代主理人说，整个古董店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禁忌雕塑。进入地下室后需要3叩9拜。铃木觉得荒谬，他不可能跪任何一个人，哪怕对方是一尊活生生的神。给我安静点，大不了你就给我身上诅咒加深，你这尊雕塑也别想再获得任何灵魂之力。白玉骷髅紧紧盯着铃木手中的封魂魔罐，竟低头妥协。铃木将封魂魔罐打开，灵魂之力具现化，一道道乳白色的气流从罐中涌出。白玉骷髅雕塑似乎开始了呼吸，那些灵魂之力正在进入白玉骷髅的口鼻之中。编号0-01，皇帝。编号首数字是0，说明禁忌之物与神明有关。这难道真的是一尊神明残骸？看来神明跟神话说中的神区别不小啊！我还从未听说过哪一尊神明为皇帝。过了10几分钟，白玉骷髅机械性的将灵魂之力吸光，重新低下了头。铃木看了白玉骷髅许久，拿着封魂魔罐走出了地下室。夏总，您还是快把合同签了吧，您的身体早已经破烂不堪，还在坚持什么？将集团转给夏公子，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夏利心有不甘，他想打造一个世界梦品牌，让全世界都离不开他。如果将集团交给那个只会吃喝嫖赌的弟弟，那他这个家族传承200年的世界梦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夏利想把世界梦交给其他人，比如说公司里某位有勇有谋的高管。血脉传统不重要，世界梦品牌的传承才是重中之重。奈何他已经没有能力将信息传递出去了。前几天他的手机就已经被拿走了，这层楼里也只有夏利住在这儿。这些天里甚至都没有护士和医生过来，也就是说他已经被软禁了。夏总，这也是股东们的意思。等我签了合同，世界梦集团就在弟弟夏启明手里。他只是一个贪玩的孩子，恐怕会被股东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我只希望弟弟能够快快乐乐的当个富二代，而不是趟这浑水。夏总，别不识抬举，夏少爷说了，只要你乖乖签下合同，他会让你安心在这里等死。如果你不签下合同，就别怪夏少爷对你使用一些手段。别忘记了绿洲医院在夏少爷名下，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夏利眼角一抽，不可置信地看着律师，他原来还以为是股东们用了某些手段操控了这家医院，原来是他想多了。股东们的背刺让他感觉到屈辱，但由弟弟背叛产生的愤怒直直地冲上脑门。明明母亲走后，我就对弟弟的呵护无微不至，真是个心狠的蠢货。律师觉得自己的威慑目的达到了，揶揄地看了夏利一眼。这种高坐云端之上的权贵，如今被自己踩在脚下，他心中有难以言喻的爽快。
夏总，你考虑一下，晚上我再来看你。如果有一尊神能来救救我就好了。曾经不信奉神明的他，内心不知多少次期望一尊神能救救自己。突然门被推开，是一位护士，一位骨子里都透露着妩媚的护士。夏小姐，您好。她见到我怎么会这么淡然？其他的护士医生见到自己可都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不对，从几天前开始就已经没有护士和医生来到这间病房了。你不是医院的人？是的，夏小姐。这里的安保等级很高，这位假扮成护士的女人是怎么进来的？在自己生病的敏感时刻，一位诡异又陌生的女人混进了这间病房，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杀手吗？终于有人按耐不住了吗？我来自竞技会，我已经知晓你的情况，渐冻症加先天心脏病，随时都会死亡。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在这种时候，一位神秘组织的成员为什么会突然找到自己？或许这是我逆风翻盘的关键。你很幸运，被我的主人注意到了。这位美得惊心动魄、疑似高级杀手的女人，竟是一位女奴。竞技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你的主人可能不太聪明，不然为什么会注意到我？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哪里也去不了，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没，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帮助。夏丽这番话是在自嘲自己的处境，谁知面前这位穿着护士装的美人突然咯咯直笑。就是因为她可怜你啊，不然为什么会注意到你？我家主人最喜欢看戏，尤其是蝼蚁获得新生后演绎的故事。你该感激你悲惨的命运，否则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听到我主人的名字，更不会见到他的真容。新生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能治好自己不成？又什么叫一辈子不可能听到他主人的名字？连听到那位的名字都是恩赐，他的主人难道是世界级富豪或者帝都的官方高层？你应该为可以在我主人面前表演感觉到荣幸，收起你那些不值钱的小心思，好好感激主人能看你一眼。夏丽不知道怎么的，竟没有觉得眼前人在贬低自己，她有一种直觉，只要见到了主人，就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夏丽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因为这种敏锐的直觉，她才能将世界梦越做越大。她想见一见那位主人。即便我的直觉是假的，那位主人不能治好自己，那也会让世界梦不灭亡在我的手里。我还有时间为世界梦寻找到合适的继承者继承。我怎样才能见到你的主人？金美婷松了一口气，她原本只是一个大四学生，面对夏丽这种权贵，心里头确实挺慌的。她怕把铃木交代的第一件事办砸。主人今天交代给我的事情很多，我没空跟你多说废话。上面写的是0号古董店的地址，你只有今晚有机会看见我的主人。说罢，金美婷站起身，扭着小蛮腰走出了病房。夏丽紧紧盯着金美婷的背影，在金美婷走后，她连忙拿起那张纸片，迅速将地址记在脑子里。我一个病入膏肓的残废，该怎样离开绿洲医院去见主人呢？一定要见一见，世界梦一定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夏丽脑子一转，用尽全身力气抓起水杯，狠狠砸在电视上。大概过了2分半，2名保安飞速冲进了病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对这种声音相当敏感。保安们看夏丽好端端的，松了一口气。要是夏丽想不开自杀，他们每一个都得受到惩罚。打电话给姓赵的律师，就说我同意签合同，但是你们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拿到父亲的遗物。放心，我最多1个小时就能回来，可以让他在病房里等我。保安们大眼瞪小眼，为首的那位走出门，拨打了一个号码。去，让他去，只要能签合同，怎么都好说。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万一他去的地方有熟人能够求救怎么办？你们不会盯着啊，他老实一点还好，要是有小动作，就把他给我按回来。万一他跟接触他的人说了不该说的，也一块给我按回来。Yes sir。南海竟然还有这种破街，比老城区都破。这里真有人住吗？你该不会是耍哥几个玩吧？这里肯定没人住，你不知道安祥街吗？没听过。也是，也就老南海人知道这里。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原汁原味民国时期的产物。民国时期保存到现在？当然，这是保存最完整的民国街道。说起来，这事还跟世界梦集团有关。80年前，世界梦的老板还是夏哲。那会儿，夏民国官府欠世界梦集团一笔钱，官方把这条街批给了世界梦集团，算是抵债。批给了世界梦集团？这条街怎么还没有发展起来？当然是以建筑保护遗产为理由，禁止世界梦毁坏这里的房子，所以这条街名义上属于世界梦集团，其实还是人家官方的。那夏哲还真是个冤大头。保安队长心里头安定了下来，本来还怕夏丽想耍心机，现在看来大可不必担心了。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人住呢？竞技会的人又怎么可能在这里见自己呢？那个女人难道是骗子？她与世界梦有仇，是特意跑来羞辱我的。我操，这里还真有人住啊！夏丽赶紧看了过去，果然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栋古香古色的2层小楼，门口还挂着2个很有感觉的红灯笼。夏丽不断地打量着小楼，门口上有个牌匾，因为0号古董店。到了，把夏总带下去吧。夏丽旁边的保安快步下车，从后备箱拿出轮椅，很粗暴地把夏丽抱到了轮椅上。另外2名保安也下车，一左一右地站在夏丽旁边。我想自己进去，这可不行，我们得时刻看着你。夏丽内心挣扎了一会儿，她去见那位神秘的主人，实在不应该带这些人进去，但是她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只能任由保安们排布。好吧。
夏家竟然还有这种牛逼的地方，这屋子里的东西恐怕都上亿了吧？夏利眼神里充满了骇然，他曾是南海顶级富二代，现在是南海顶级富豪，眼力是有的。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是年代厚重的古董，包括楼梯、桌椅，这种手笔放眼整个夏国也是难以预见的。在安祥街这种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家古董铺，并且我竟然对此还一无所知？客人们到了，请坐。3名保安盯着金美婷看，眼珠子都快直了。这大胸，这小腰，这大腿，他们觉得自己某个部位不安分起来，赶紧坐了下去。主人稍后下来，你先暖暖身子。怎么说？上面让我们留意跟夏利接触的人。这小骚娘们，咱们就多注意点呗。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跟赵律师说，夏利跟那小骚娘们说了不该说的，咱们直接把小骚娘们抓走。行，弄这小骚娘们一下，死了都值了。还有这什么主人，我们一块儿也绑了。反正这娘们儿我弄定了。夏利脸色难看的厉害，只能冲金美婷露出歉然的尴尬笑容。金美婷会意他一个安心的微笑，再看那3个保安，像是看3个死人。这时，楼梯口传出沉稳的脚步声，一个穿着黑色银纹汉服长袍的男人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他带着清冷的气质，面无表情地走到桌子的主位坐下。金美婷乖巧地站在他身后，夏利尽量让自己的背挺直一些。她是一个很高傲的女人，遇到强者也十分愿意展露出自己的自信。奈何她身体太差了，正襟危坐都困难得很。这家店的店主这么瘦，那不是随随便便打包就带走了？那个骚娘们儿今晚得遭老罪了。主人，请用茶。主人，这是个什么恶趣味称呼？哎呀，林木没有想太多，也无视了3个保安，深邃的眸子看向夏利。你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要差。夏利一颤，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很忌惮地看了看身边的保安，在我这里没那么多麻烦，不要害怕。您能不能治好我？有钱人都是神经病吗？你这病，如果天王老子不来，谁能救得了你？夏利其实也就是问问，他只是抱一点点幻想罢了。他见面前的男人面无表情，尴尬地笑了笑。那您能不能救救世界梦集团？如果夏启明继承了世界梦，他就会被股东们操控，到了那时候，世界梦就完蛋了。可不可以帮我逃出牢笼？我会安排好我的后事，会有我最出色的手下与竞技会合作。我能治好你。看来有钱人都是傻子，夏利是傻子，这个古董店老板也是傻子。保安队长对2名手下压了压手，玩味地看着林木。这么好看的一出戏，得好好看看。他们认为，反正夏利已经说了不该说的，这个老板和那骚娘们都跑不了。您说什么？林木从口袋里拿出一件吊坠，那是一个倒立十字架吊坠，编号0-13，该隐之印。上帝为了惩罚第1位杀人犯，在其脑袋上刻下印记，诅咒其永生不死。杀人犯起初不觉得这是个诅咒，反而觉得这是恩赐。他用悠久的寿命创建过商业帝国，当过伯爵，完成了所有的目标，享受了人类一切的富贵。他终于感觉到了寂寞，终于明白永生是最可怕的诅咒。于是死亡成为了他新的目标。最终，他还是找到了破除诅咒的方式。他将额头的印记拓印在银板上，形成了倒立十字架，这才得以解脱。这倒立的银质十字架以那位杀人犯的名字命名，叫该隐之印。在15世纪时，德古拉公爵找到了该隐之印，创造了吸血鬼种族。当然，现在吸血鬼种族已经消失了。不过，你拥有了该隐之印，也可以永生。忽悠小孩呢？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哈哈哈！原来你是个卖假古董的骗子！你说个靠谱点的故事啊，这也太扯了吧！你宁愿签合同也要来这里，就是为了见这个人吧？现在知道你见到了一个骗子，你亏不亏啊？蠢货！夏利怔怔地看着林木，第一反应也是难以相信，但理智告诉他，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对方拥有大手笔古董铺，拥有绝美女奴，他不会那么无聊，拿自己一个病秧子开涮。我是遇到了超自然事件吗？我怎样才能得到他？他信了。他竟然信了这种鬼话！你愿意为这续写的篇章付出怎样的代价？什么我都愿意，怎样都好，只要我能活下去。把你的灵魂抵押在这里，将忠诚献给我，我赐予你永生。我愿意。它属于你了。从今以后，你是竞技会的一员，有我的庇佑，即便是死神也不能将你拖进地狱。下一秒，异变出现了，保安队长的笑声戛然而止，眼里从震惊变成迷茫，再从迷茫变成彻头彻尾的恐惧。只见夏利站了起来，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她的皮肤开始变得苍白，干瘦的身躯在神秘的力量下开始丰满，原先病殃殃的女人竟然转瞬间变成了极品御姐。阴冷的气息不断从夏利身上散发着，那位叱咤南海的女总裁真的从地狱边缘爬回来了。夏利不可置信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从小身子就不好的她，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身躯。她心念一动，身体再次发生变化，瞳孔从黑色转化为红色，犹如2轮猩红之月。后腰处一对蝙蝠翅膀刺破了衣服，暴露在空气中。铃木回过神，继续翻看主理人手札。他怀疑自己被谁做局了，所以才会成为古董店的主理人，因为这家古董店正需要自己这样的老板。铃木寻找着许愿石的使用记录，许愿石只被使用过2次，第2次是夏哲，但第1次没有相关记录，只是提到被使用过。
许愿石第一次的使用是第一任主理人的时代，那会儿还是唐朝，应该不会有人那么无聊，在1400年前许下了一个关于我的愿望，自己能成为0号古董店的主理人，应该就是一个巧合。毕竟1400年前谁认识我？如果真有人算计了自己的命运，那我会用所有的办法让那个人待在风魂魔罐中。回收遗失禁忌之物，寻找新的禁忌之物。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多的禁忌，这些禁忌都好可怕，好令人着迷。其实老板才是最大的禁忌。是啊，令凡人无法想象的禁忌，只是老板的收藏品而已。金美婷很喜欢夏丽的害人，她在竞技会的辈分可是比这位高高在上的女总裁高多了。在以前，我能接触夏丽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服务，为她表演吧。所以你要努力做回世界梦集团掌门人的位置，只有这样，你才能为竞技会做更多的事情。我本来就是自愿在古董店交出了灵魂，现在自己也已经成为了那位存在的女奴，真的很感激林先生注意到自己这位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蝼蚁，我会努力的。夏丽看到了商机，她成为竞技会的会员，等于介入了超自然世界。发展遇到瓶颈的世界梦集团，因为竞技会有了新的出路。我会很快重新掌控世界梦，为竞技会赴汤蹈火。人呢？人呢？再给他们打个电话。赵律师眼神里写着惶恐。股东们已经知道夏丽准备签合同了。夏丽死之前，股东们还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要做。今晚他们推掉了手头的事情，在深夜的会议室等他把合同拿过去。要是他因为失误把夏丽放跑，股东们会活吞了他。赵律师还是没人接。是什么事让赵大律师发这么大的火？赵律师听到这个声音，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是夏丽的声音。夏丽回来了。你该庆幸你没有耍小心思，否则我一定把你……赵律师说了一半，看到了一步一步走来的夏丽，眼里露出不可置信之色，愣是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夏丽竟然站起来了，怎么会？难道是刚刚去见的那个人有某种高科技药物，能够让夏丽回光返照？到底是传承200年的超级集团，竟有这种恐怖的底蕴？不用找了，他们3个不会来了。我承认你能让自己站起来，很有本事，但是你真的不该回到这里的。你难道以为现在还跟以前一样，你一声令下，世界梦的员工就会听你的？太自信，太天真，太愚蠢了。保安，把他给我按回病房里。今天的合同，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赵律师说完，10几名保安面露阴狠，缓缓朝着夏丽靠拢，挡住了夏丽的路。最前面的那名保安朝着夏丽伸出手，要把她擒住。夏丽的手指骤然成爪，锋利的指甲瞬间切断了那名保安的喉管。所有的保安都被这一幕镇住，纷纷露出恐惧和不可置信的神色。夏丽的脚步没有停留，每走一步就有2名保安身上多了窟窿，血涓涓流出，失去声息。赵律师缓缓张大了嘴巴，惊骇地看着这一幕，大腿抖得厉害。给他们发消息，告诉他们你马上到。好，夏总您别急，我这就发。赵律师把编辑好的文字发了出去，他抬起头，露出谄媚的笑。还未等他说出一个字，夏丽的手指划破了他的喉咙，扭身离去，随手将染血的手帕抛到身后。赵律师失去了力气，跪倒在地，白色的手绢恰好落在他的脑袋上，遮住了最后的视线。对付个病秧子还要这么久，赵楚林真是个废物。那可是夏丽，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被他整得多惨？忘记了你下跪求饶的时候了？贵妇得罪夏丽后，藏到了偏远的别墅里。那天晚上醒来，她的床被鲜血沾满，被窝里还有宠物狗的脑袋。她被吓破了胆子，第2天跑到夏丽面前下跪认错。这件事整个公司都知道，员工们不知道的是，死的还有一个他召来的男模。他枕在男模的臂膀上，但男模的眼睛一直看着他，那抹死灰色他毕生难忘。你再说一句。别吵架嘛，结局是好的，夏丽终于认输了。等夏启明上位，世界梦就是我们的了。哪里来的我们？先说好，夏启明上位后，我就带领我团队和我的钱离开世界梦。世界梦早就到瓶颈了，干巴巴的指望世界梦赚更多的钱，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夏丽那个浪蹄子压了我们那么多年，终于啊，浪蹄子命到头了，我也算有了出头之日。这些人有的想在世界梦掌握更多的权利，有的想另起炉灶。总之，世界梦现在就是一块餐桌上的蛋糕，他们在等赵律师送来餐刀。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众人纷纷露出笑意。门被推开，股东们看到来人后，笑容凝固了。你刚才说什么？夏丽的声音如一柄薄而利的兵刃，精准定在贵妇的心脏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她的身上。明明刚才还骂夏丽骚蹄子，现在人来了，竟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说不出来。她脸烧得厉害，被夏丽欺辱的屈辱，在这一刻终于爆发。夏丽的渐冻症和心脏病是真实的，夏丽一定会死，而且很快。骚蹄子，别装腔作势了，你这个病秧子的时代结束了，世界梦属于我们的，而不是你这个将死之人。这番话让所有股东清醒了过来。夏丽就算能重新站起来，那也只是一个奇迹而已。她的病早已将她判了死刑。股东们想到这里，腰板都直了起来。
你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大到令我害怕世界梦栽在我手里。所有人双目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夏利亲手打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夏利明显没有病，否则哪里来的这种力气？夏总，这不关我的事啊，都是他们的主意。我们是怕世界梦后继无人，所以让赵律师想想办法。是不是赵律师对您做了什么，让您产生了误会？夏总，做了就是做了，您难道要让你的杀手把我们都做了不成？哼，我倒是真想宰了你们，但我怎么会将世界梦的栋梁全部拆掉呢？是啊，世界梦还需要我们，就算再怎么犯错，夏利能杀了我们吗？世界梦没有我们这些股东，没有我们这些资源，就等于走向灭亡。夏国有句话，物极必反，世界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未来必将灭亡。现在世界梦分解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已经找到了好的项目，但需要大家心齐。找到了好的项目？怎么可能？是地产吗？不应该，南海的地产行业早就到头了。父亲临死前的心愿有2个，一是找到小时候的那张全家福，二是让世界梦的股东们心齐。另一点我是做不到的，爷爷死后什么都留下了，唯有那张全家福不知踪影。至于这第2点，我以前没有能力，但现在可以了。众人听不懂夏利说的话，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质、最难看透的东西。他怎么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接下来，夏利让他们知道他的那双瞳孔逐渐变得幸福，一对蝙蝠博弈从腰间生出，他咬破手指，8滴精血从指尖射出，精血落在那些没回过神的股东们的脑门上，缓缓陷入。这是怎么回事？疼！我的脑袋要炸开了！夏总，竟然是吸血鬼，现在也把我们变成吸血鬼了，怎么会这样？吸血鬼这种传说中的生物，怎么会真的出现？夏利是有能力将他们转化为吸血鬼的，这种能力叫做初拥。这些吸血鬼后裔与他最大区别是没有服役。这个世界只有佩戴该隐之印的吸血鬼鼻祖，才拥有象征力量与权力的飞翔之力。夏利感觉到有些虚弱，一口气转化了8只吸血鬼，对他的损害很大，但他必须这么做，必须要股东们团结一心，才能真正帮助竞技会。竞技之物是世界梦集团新的目标。夏总，夏利2条修长的大腿叠加，翘起2郎腿，曲线优美，恢复了正常人类的身躯。白皙修长的手指托着俏脸，是母亲。老者的身子狠狠一颤，苍老的脸露出惊愕，无法抗拒的血脉威压降临在所有人心头。他们有一种直觉，只要忤逆这位母亲，会顷刻间死亡，连灵魂都不再有。母亲！夏利嘴角的弧度愈发明显。这时门又被推开，是一位红发青年，名叫夏启明，是夏利的弟弟。姐，你咋还没死？哦，外卖来了。8名股东这才感觉到了剧烈的饥饿感，那种饥饿感让他们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抽搐酸痛。股东们理智彻底失去，齐齐起身扑向了夏启明。夏启明这才发现那些股东们都变成了怪物，他跑不掉。那名贵妇吸血鬼已经把他按在了地上。姐姐，救我啊！我死了，夏家就绝后了。我是不死不灭的，夏家无需再有后人。这番话狂傲霸气，震碎了夏启明所有的希望。南海汉大福街道警灯闪烁，治安官们将这里拉上了封锁带。几名白大褂拿着仪器走进了现场，正在检查死者的尸体。死者的死状都很诡异，2具干尸穿着保安制服，脸部和肩膀在地面上拖行太久，已经露出森森白骨。谁敢想，有人会在行凶后大张旗鼓地把尸体拖进市区？最离奇的是，拖着2具尸体走进汉大福街道的男人也死了，面黄肌瘦的，临死前脸上保持着淫邪之相，一副被女人榨干后的模样。过了10几分钟，一辆商务车停在现场旁，走下来几名便衣，快速进入现场。为首的是一位寸头壮汉，站在车门抽烟，他叫罗全，南海治安局的刑侦队长。紧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名黑长直女生。李牧见过这女生，她叫李明月，金美亭大学时期的班长，现在是罗全的徒弟。李明月走进了现场，而后脸色惨白地跑出来，车尾剧烈呕吐。含着，先别吐，能好受一点。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什么恶心的场面都能看到。这时，一名便衣跑了过来，递上来一份随机报告。罗全接过，随意翻看着。头，2名受害者是因为失血过多死亡。奇怪的是，身上没有伤痕，不应该出现大出血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呢？是凶手吗？应该是他，因为2具受害者尸体身上只有那个人的指纹。可离谱的是，他的死亡方式比受害者还奇怪。怎么说？他体内失去了大量蛋白、元素、激素，脑子里分泌的多巴胺过多。说人话。纵欲过度，精尽人亡，算是猝死吧。法医说，他临死前都是在干那种事儿。法医是疯了吗？根据监控显示，凶手临死前一直拖拽着2具尸体，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李明月也皱着眉，这3个人的死法也太奇怪了。最近还有一件案子也挺奇怪的，
已经有8个人失踪。昨夜治安局根据调查和科技手段，发现所有人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西城郊的一间破庙。当晚治安局派人去调查，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8个人的生物痕迹，但那8个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罗全今天本打算带着李明月去西城郊调查一下，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太扯了，所以偷偷伸手摸了摸他的裤裆。我发誓，根据我多年经验，他临死前绝对没有。你是说你摸了他的地方？对啊。2000字检讨，晚上就给我。我今天会很忙，你自己先去西城郊，要是能找到线索的话，有奖励。是。把附近所有监控都调出来，我就不信这3个人是凭空出现在南海城的。林木坐在吧台内侧的茶桌前，手边一杯热茶生着白气，另一只手翻着当天的报纸。店里没有信号，外界消息只能靠纸媒。这份报纸是金美婷一早出门买回来的。这几天，金美婷的打扮和初见时比起来，几乎像换了个人。曾经那些被她死死压住的念头、服从、扮演，以及把自己当成某种宠物的幻想，都因为道德和人伦被他强行按了下去。可现在不一样，世俗的规矩、旁人的眼光对他都失去了意义。他的灵魂被一个可怕的男人掌控，他成了林木的女奴，像是终于撕开了最后一层遮掩，把心底那些羞于启齿的渴望彻底放了出来。金美婷回头偷偷看了林木一眼，脸上流露出一些失望。主人是真的把我当成了女奴，就只是做家务、买早餐、买报纸，没有暧昧，没有欲念，甚至没有一个男人该有的冲动。或许自己应该再大胆奔放一点。林木哪里知道金美婷这会儿心里有一出火辣大戏，他认真地阅读手头的那份报纸。这报纸是前几天知名女歌星白莎莎猝死家中，为什么不报警？以为是地下世界的复仇吗？生怕凶手是同行的报复，所以不敢报警。看来白莎莎的父亲打算亲自报仇吧。林木嗤笑了一声，继续翻看着报纸。看到今天的报纸时，眼睛幽深起来。汉大福街道惊现恐怖命案，治安局正在紧密调查中。历代主理人应该没做过这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吧？自己做了，是因为理念与他们不同。历代主理人的任务只有3个：第一，交易灵魂之力，只要有足够的灵魂之力，主理人便是高枕无忧。第二，回收遗失的禁忌之物，这完全属于迫不得已了，毕竟没有回收遗失禁忌，主理人就要遭受诅咒。第三，收容新的禁忌之物，这一点更是强赶着牛去拉磨。每一件野生的禁忌之物都相当危险，就算是不死不灭的主理人也会觉得棘手。